你一定在某个落满灰尘的角落里见过它，一个长得像热水壶，却多了个电击机头的机器。它曾经是华人厨房的绝对霸主，巅峰时期单年销量突破1000万台。可是你发现没有，这几年我们几乎再没听谁说要买一台豆浆机了。商场里曾经占据 C 位的专柜被破壁机、空气炸锅甚至咖啡机挤到边缘，很多人的新家购物清单里这个选项已经彻底消失。从国民神机到时代眼泪，豆浆机到底做错了什么？它是真的消失了，还是换了一张脸潜伏在我们生活里？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背后的商业逻辑和残酷的消费进化史。把时间拉回上世纪90年代，那时候想喝一杯热豆浆对普通家庭来说仪式感极强，却极其麻烦。你得提前1晚泡发黄豆，第二天一大早起来，农村或传统家庭还得用石磨或手摇磨豆机磨浆，磨完用纱布过滤豆渣，那个豆渣挤起来烫手，还弄得到处都是。最后把生豆浆倒进锅里煮沸，最要命的是煮豆浆有个大坑叫假沸现象，看着泡沫涌动好像开了，其实只有80-90度，皂带没分解，喝了会中毒拉肚子，还得转小火再煮5-6分钟，全程离不开灶台。稍微分神溢出来的豆浆就把煤气灶糊得严严实实，对上班族来说，自家做豆浆简直就是奢望。直到1994年，一个叫王旭宁的山东人因为自己爱喝豆浆又受不了繁琐过程，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全自动豆浆机。那台机器现在看很简陋，但当时简直是黑科技。他把磨浆、过滤、煮浆一整套复杂工艺集成到一个小机身里，你只需放豆子和水，按开关，10几20分钟后就能喝到熟豆浆。这效率提升是革命性的，但豆浆机真正的高光时刻不是发明那年，而是2008年。那一年发生震惊两岸3地的三鹿奶粉3聚氰胺事件，彻底击碎了消费者对乳制品的信任，恐慌情绪蔓延整个奶制品行业。大家突然觉得牛奶不敢喝了，那喝什么补充蛋白质？刻在华人基因里的豆浆 DNA 动了，一夜之间豆浆成了最安全最健康的牛奶替代品。豆浆机销量井喷式爆发，九阳在这风口起飞，并在同一年成功在深圳上市。那时候豆浆机有多火，它几乎成了送礼硬通货，逢年过节串门拎一箱牛奶还得担心人家嫌弃不够高端，但拎一台豆浆机绝对有面子又有里子。丈母娘看女婿送豆浆机是懂事，公司发年终奖发豆浆机是实惠。很长一段时间里，豆浆机、电饭煲和热水壶构成了华人厨房的铁三角。据统计，巅峰时期豆浆机市场渗透率极高，几乎做到城市家庭人手一台。然而盛极必衰是商业世界亘古不变的真理，豆浆机经历疯狂增长后，致命弱点开始暴露。首先就是让所有用过老式豆浆机的人闻风丧胆的痛点清洗。早期豆浆机为了保证口感需要金属网罩，把豆子罩在里面打，或者出浆口设滤网，打完豆浆后滤网上挂满豆渣，如果不立刻马上清洗，一旦干在上面简直就是噩梦。你得拿着专用小刷子对着水龙头，像考古学家一样一点一点刷，有时候刷半天对着光看，网眼里还堵着东西。除了滤网，机头上的加热管、刀头背后的死角都是藏污纳垢重灾区。很多时候喝豆浆5分钟，洗机器得花10分钟。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说，任何需要花大量时间伺候的家电都是反人性的。其次是噪音，早期豆浆机工作起来动静像在厨房装修，高速电机带动刀片撞击豆子，机身又是单层塑料或不锈钢，隔音效果为零。如果你想早上6点起来做爱心早餐，按下开关那一刻，全家人甚至邻居都会被吵醒，那种尖锐啸叫声真会让人生理性不适。你买它是为了享受生活，结果用它却在折磨神经。再来是口感和功能单一，老式豆浆机做的豆浆虽然比自己手磨方便，
但口感还是带渣感。厂商在赛道疯狂内卷，从有网研磨进化到无网研磨，再到免滤技术，但豆浆机本质没变，依然只能做豆浆或稍微煎制米糊的单一功能小家电。在房价高涨、厨房空间寸土寸金的今天，一个占地面积不小却只能干一件事的机器，没有极高使用频率，非常容易被淘汰。就在豆浆机还在努力优化清洗难、噪音大这些问题时，一个降维打击的对手出现了破壁机。大约2015年左右，破壁机概念开始疯狂营销。从原理讲，破壁机和豆浆机没有本质区别，都是电机带动刀片粉碎食物，但破壁机把转速提到惊人高度，每分钟2万转甚至3、4万转以上，超高转速带来直接好处，粉碎极其彻底。以前豆浆机打完豆子要过滤，不然喝嗓子像吞沙子，破壁机打完连皮带渣打成细腻液体，完全不用过滤，口感顺滑浓郁。更重要的是，破壁机不仅做豆浆，还打果汁、做冰沙、绞肉馅、磨干粉，甚至煮鱼汤。你原本需要买豆浆机、榨汁机、绞肉机、研磨机4台机器，现在一台破壁机全搞定。在功能做加法、空间做减法的消费趋势下，豆浆机生存空间被极度压缩。虽然早期破壁机噪音比豆浆机还大，但它带来的多功能体验和口感升级让消费者愿意忍受缺点，愿意为这个全能型选手买单。这时候你可能问，豆浆机厂家为什么不反击？其实他们反击了，方式很有意思，打不过就加入。现在市场上头部品牌做豆浆机起家的巨头也是破壁机市场老大，他们把豆浆机技术积累，比如边加热边搅拌的程序逻辑，无缝移植到破壁机上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豆浆机并没有死，它只是进化了，把灵魂注入破壁机这个更强大的躯壳里。现在破壁机很多都有专门的豆浆模式，甚至对中国家庭来说，破壁机最常用功能依然是打豆浆。除了产品形态被替代，生活方式改变也是豆浆机消失的重要推手。现代人生活节奏太快了，以前大家有闲情逸致晚上泡豆子，早上花半小时等豆浆机工作，但现在对都市打拼的年轻人来说，早上的每1分钟都是用来续命的睡眠时间，谁愿意为了喝杯豆浆早起半小时？况且现在早餐获取渠道太方便了，在台湾走几步就是便利超商、全家，统一都有现成豆浆，无糖、低糖、黑豆，想喝热的微波一下就行。再不然街头巷尾早餐店，一杯豆浆铜板价，味道稳定，还是现做的。加上外送平台普及，动动手指早餐送到家门口。在这种极度便利的商业环境下，自制豆浆的时间成本和清洗成本显得极高， CP 值极低。这就引出有趣消费心理学概念，买家电其实是在买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想象。很多人买豆浆机时，脑海里浮现的是阳光明媚的早晨，穿着整洁家居服优雅倒出浓豆浆配全麦面包，开启健康一天。但现实往往是睡眼惺忪，被噪音吵醒，匆匆喝2口烫嘴豆浆，晚上回来面对干结豆渣的机头，一边刷一边怀疑人生。这种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割裂，导致豆浆机很容易沦为吃灰神器。不仅豆浆机，酸奶机、豆芽机、面包机都一样，功能极度单一，且替代方案极其廉价方便。为了几块钱的东西，买几百块的机器，还付出时间成本和失败风险，这笔账怎么算都不划算。但是豆浆机的故事并没有就此画上句号，为了在夹缝中求生存，现在的豆浆机走向2个极端。一个极端是极度单人化、颜值化，既然大家嫌大机器麻烦，就做成小小一杯的量，大概300毫升左右。这种迷你豆浆机针对独居年轻人或办公室场景，颜值通常非常高，马卡龙色系，造型复古或简约，放桌上像装饰品，容量小，清洗容易，打一次刚好喝完没负担。这种产品卖的不是功能，而是精致生活的社交货币，你拍个照发社交媒体，配小确幸文案。
点赞数通常不低。另一个极端是极度免手洗化，既然大家最讨厌洗豆浆机，厂商就死磕这个问题。现在旗舰款豆浆机或破壁机都带有自清洗甚至高温蒸汽除菌功能。打完豆浆机器自动进水清洗，洗完自动热烘干，还能把废水排到专门盒子里。这种机器确实解决了痛点，但价格也水涨船高，动辄几千块，脱离了原本亲民普及的定位，变成中产阶级厨房里的高端玩具。值得深思的是，豆浆机行业发展其实是中国制造业技术溢出的一个缩影。为了解决豆浆机痛点，工程师研发出了高速电机、静音风道、陶瓷涂层、防溢探头等技术。这些技术并没有随豆浆机没落而消失，它们被应用到其他家电上。高速电机用在吸尘器和吹风机上，静音技术用在破壁机和扫地机器人上，防溢技术用在电饭煲和电炖锅上。豆浆机就像一个技术孵化器，虽然自己的舞台变小了，但孵化出的技术在整个家电生态里开枝散叶。回头看，豆浆机从1994年诞生到2008年爆发，再到2015年后的转型与被替代，这短短30年历史浓缩了华人饮食习惯的变迁和消费升级的轨迹。我们从追求有得喝，到追求喝的安全，再到追求喝的方便，喝的口感细腻。当我们谈论豆浆机消失的时候，其实是在感叹一个时代的过去。那个时代里，我们对新技术充满好奇，愿意为了喝口放心豆浆不厌其烦地清洗滤网。而现在的我们被效率和算法裹挟，追求即时满足，不仅要好还要快，更要不麻烦。所以豆浆机并没有真正消失，它只是被拆解了功能，被破壁机继承了便捷性，被便利店和外送取代了健康理念，被各种植物奶、燕麦奶等新消费品牌重新包装。它化整为零，散落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。当我们站在2020年代回望，会发现豆浆机完成了一个非常伟大的历史使命。它在那个食品安全信任危机的年代，给了无数家庭一份安全感，把喝豆浆这个传统饮食习惯通过工业化手段保留下来，没有让它被碳酸饮料和咖啡彻底冲垮。现在，如果你厨房里还有一台老式豆浆机，千万不要觉得它是累赘。偶尔找个周末不赶时间的时候，买点非转基因黄豆，认认真真泡上一碗，听听那久违的轰鸣声，闻闻那股特有的豆香，或许你会发现，虽然外面世界有更好的破壁机，更方便的瓶装豆浆，但那杯带着一点点豆渣感、热气腾腾需要你亲手制作的豆浆依然有着无可替代的味道。那是时间的味道，也是我们曾经认真生活的见证。在这个消费主义盛行的年代，商品更新换代速度快得眼花缭乱。今天流行空气炸锅，明天流行三明治机，后天又流行什么新厨房神器。豆浆机的兴衰史其实是给所有消费者的提醒，在按下购买键那一刻，问问自己，我是真的需要这个功能，还是在为一种幻想中的生活买单？如果是为了健康，哪怕没有豆浆机，一把黄豆一口锅一样能煮出好豆浆。如果只是跟风，再高端的机器也逃不过在角落吃灰的命运。商业的本质是效率，但生活的本质是体验。豆浆机之所以慢慢淡出主流视野，是因为它在效率上输给了更先进的机器和更发达的商业网络。但在体验上，它所代表的那种家庭手做的温暖，是任何工业流水线产品都无法完全复制的。说到这里，不禁让人想起另一个经典案例——方便面。很多年前，大家都说外卖兴起会彻底杀死方便面，但事实证明，方便面通过高端化、特色化转型，依然活得好好的。豆浆机也是一样，虽然千万销量神话很难再现，但只要华人还爱喝豆浆，只要我们对那一口温热浓郁的液体还有眷恋，豆浆机就永远不会彻底消失。它只会在角落里默默等待，等待那些愿意慢下来的人再次按下启动键。从产业角度看，未来的厨房小家电市场必将两极分化，一端是全能型航母产品，像多功能料理机、集成灶，把所有功能整合在一起，节省空间，提高效率。
另一端是极致垂直细分产品，只做一件事但做到极致，比如专门煮蛋的机器，专门做气泡水的机器。豆浆机未来的路大概率往后者发展，不再是家庭必备基础设施，而变成发烧友或特定人群的专业工具。也许未来某一天，我们会看到几千块甚至上万块的专业级豆浆机，专门用来萃取顶级黄豆风味，就像意式咖啡机一样。而且不要忘了出海这步棋，虽然在华人圈豆浆机市场饱和甚至萎缩，但在海外随着植物基饮食兴起，老外开始对杏仁奶、燕麦奶疯狂着迷，我们的豆浆机在亚马逊上变成植物奶机，价格还能翻几番。这何尝不是一种文化输出和商业上的降维打击？以前我们学西方咖啡机，现在西方学我们豆浆机，商业的循环总是充满戏剧性。总结来说，豆浆机消失的真相不是它被抛弃了，而是我们变了舌头变挑剔了，时间变贵了，厨房变挤了。它曾经完美适配2008年那个时代的焦虑和需求，但现在它必须打碎自己重组基因，才能适配2020年代这个更挑剔、更急躁但也更丰富多彩的世界。这不仅是一台机器的命运，也是所有消费品乃至我们在座每一个人的命运。不进化就淘汰，不改变就消亡。在影片最后，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：你家里那台曾经立下汗马功劳的豆浆机，现在还在用吗？还是已经成了柜子深处的陈列品？又或者你已经投向了破壁机的怀抱？无论它在哪，如果你在这个周末的早晨再次听到了那熟悉的电机转动声，别忘了那是属于一个时代的厨房交响曲。好啦，关于豆浆机的起落浮沉，今天就聊到这里。商业观察，保持清醒，我们下期见。如果你喜欢这期内容，别忘了点赞订阅，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与豆浆机的故事，或者告诉我你觉得下一个会消失的厨房小家电是什么。我们下期一起探讨。